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可是一个火到社群炸锅的话题：派币能不能换法币，以及以物易物怎么就可以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项目方到底怎么分辨哪一笔交易是合法的以物易物，哪一笔是违规的法币兑换？毕竟这些交易在区块链上全都只是钱包之间的转账，光靠冷冰冰的数字，他们如何察觉这些交易背后的小心事呢？这些问题牵涉到区块链技术、白皮书规范和项目治理等层面。今天我会帮你彻底拆解这些议题，不但让你明白规范背后的逻辑，也会告诉你如何在主网上线后，合法且聪明的使用派币，避开风险，稳稳发财。小玄子的影片每集都会帮币圈新手们科普一些知识，避免会有后面听不懂的问题发生。首先，白皮书是什么？为什么每个币都要有白皮书？简单来说，白皮书就是每个区块链项目的说明书或蓝图，就像开一家餐厅前需要商业计划书一样。白皮书展示的是这个项目想解决什么问题，他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，用户和投资者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。白皮书还会包含详细的技术细节和运营模式，让人们了解这个币是如何运作的。如果一个区块链项目是座大楼，那白皮书就是它的建筑蓝图，没蓝图谁敢盖？没白皮书谁敢投？为什么每个币都需要白皮书呢？很简单，区块链的世界里，透明度和信任才是王道。白皮书不仅是对外展示愿景，更是对项目方的一种承诺，让投资者知道这个币有没有未来，靠技术还是靠吹牛，有哪些风险要注意，这个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参与。经典的例子就是比特币白皮书，由中本聪在2008年发表的9页纸，奠定了整个加密货币的基础。而 Pi Network 的白皮书则告诉我们如何合法挖矿，避免违规交易，以及派币未来如何融入经济生活。派币可以换法币吗？白皮书怎么说？ Pi Network 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，在主网完全开放前，禁止用派币兑换法币或其他虚拟货币，这是为了避免投机炒作，让派币的价值变得更加稳定和健康。目前 Pi Network 还处于封闭测试阶段，生态系统的基础还没完全建好。如果大家急速把派币换成现金，就像把没熟的水果提前摘下来吃，不仅酸涩难咽，还可能让市场一片混乱。那为什么还有人囤币呢？他们不怕吗？其实吗？这些囤币的玩家就是在赌一把，他们心里很清楚，派币未来的价值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他们赌的是高风险带来高回报。万一成功了，身家翻个10倍甚至100倍也不是梦。但风险在哪里？失败的代价又是什么？这就要从区块链的不可逆特性说起了。在区块链世界里，一旦交易完成并写入区块链，就像在石碑上刻下永恒的字迹，无法擦除，无法撤销。每一笔交易都会被永久记录在区块链上，公开透明，但没有人能修改或取消它。所以，一旦派币映射到主网，这些交易就不再受项目方的掌控。即使交易透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，所有权的转移也是即时且不可逆。整个流程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，启动后只能照着程序运转，谁都无法干预。资产自主掌控，你是唯一的主人。当派币进入你的去中心化钱包后，只有你拥有该钱包的私钥，也就是掌控资产的唯一密码。无论项目方或任何第三方都无法冻结或夺取你的币。这正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最大魅力，资产真正属于个人，而不是掌握在任何中心化平台手中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区块链老手喜欢囤币，因为一旦币映射完成并进入自己的去中心化钱包，这些币就像锁进了私人保险箱里，从此脱离项目方的掌控，任何人都无法干预。只要你的私钥不丢，这些币就永远是你的，安全无虞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心想，既然项目方抓不到，那我也来囤币吧。但先别急，我可没说项目方对违规行为束手无策哦。其实这就像你用盗版微软软件一样，微软不是抓不到，而是看他们想不想抓而已。和 Network 也一样，他们拥有足够的技术和监控机制，但会根据情况来决定是否要出手。所以别以为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规范还是得遵守，毕竟你永远不知道哪天项目方会决定动手。而我个人不负责任的讲法是，跟微软做法相同，抓企业放个体户，简单说就是抓大鱼放小鱼。而自古以来，富贵险中求，敢于冒险的人往往能收获丰厚的成果，但冒险也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。囤币的玩家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万一失败，资产可能瞬间清零。但正因为风险高，成功的回报也可能非常可观。如果他们最终赌对了，那我们也只能拍拍手，真心祝贺他们，毕竟这份勇气值得尊敬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疑问，如果我用派币买杯咖啡，还用它换100元台币，这两者在区块链上看起来不都一样吗？项目方怎么知道我是以物易物还是违规兑换？其实关于这一点，
小玄子认为 Pi Network 至少会使用一些类似传统金融监控异常账户的手段。如果你有在使用虚拟货币交易所，应该会发现，不是交易 App 和虚拟货币平台之间，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。Pi Network 也很可能借鉴这些监控方式来筛查可疑交易、交易模式和频率分析频繁的小额交易。系统会自动侦测短时间内大量小额转账的账户，这通常是洗钱或投机行为的警讯。异常资金流向，多个地址的派币资金集中转移到同一个钱包，这样的行为容易被标记为高风险交易。对象身份检查，如果交易对象是商家或服务提供者，多半是合法的以物易物，但如果频繁转给私人账户且金额异常，就可能是违规交易。再来就是 KYC 认证与黑名单制度，有通过 KYC 认证的账号才能参与主网映射。如果发现违规行为，项目方可封锁账号，拒绝映射。总之，别以为转币后就万事大吉。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区块链世界，项目方的工具箱里都有一套高效的侦测手段，就像你在用交易所时会被监控一样。Pi Network 也会持续追踪每一笔交易的异常迹象。所以，如果一开始就走合法合规的派友们，想获取多一点的派，就用我前几集教大家影片中的方式，会比较安全。说到这，我想先感谢一下使用我的邀请码加入挖矿的朋友们，顺便提醒一下，记得在11月底前寄送出 KYC 验证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一开始名字千万不要乱取，否则还没开始 KYC 前，账号可能就必须作废了。心态要把它当成在银行开户一样。由于 KYC 验证已经出了至少2年以上，所以网上教学如何执行 KYC 影片也非常多，小玄子就不帮大家重新制作影片了。接下来做个总结吧，其他山寨币我就不说了，但拍这个项目，长期参与才是王道，守规矩才能致富。拍币的价值来自生态系统和应用场景，而不是短期的市场波动。无论是囤币还是交易，保持耐心，遵守规范，才能真正享受 Pi Network 带来的财富机遇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 Pi Network 的规范，避免踩雷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派友们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祝你挖矿愉快，财富满满。